look so pretty going out tonight. I've been missing your smile. You should come and stay a while. Fly a couple miles, let's go out tonight. 嗨，大家，我现在人在我的宿舍，想要来跟你们回馈一下，说我这1个多月来，然后我在 UWCD 生活怎么样？在旅途的开始就已经出现非常多状况，就是我们错过班机，在杜拜机场睡了1天。但其实错过班机的事情让我们很错愕，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就差5分钟而已，我们就可以上飞机了。我们就被那个保安还有警卫被挡在门口，然后门已经被链条锁起来，然后没有人过去。我们还一直在求他，我们就说拜托让我们过去 ，please 让我们过去。就是错过班机的事情，真的让我们非常的震惊。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当地的就是等飞机的乘客，然后就跟他们聊天。那时候我就跟一个在杜拜卖饭店的商人，然后跟他就是跟他搭讪，不是跟他搭讪，就是那时候我躺在躺椅上看小说，看他快睡着了。然后那时候坐在旁边有吃薯片，然后吃很大声，那时候就很吵，就是很想瞪他一眼。就后来我快睡着的时候，突然把那个薯片，他就递给我，然后他就这样，他就问我他就问我要不要吃，他应该也知道他吃薯片吃很大声，我就拿了1片，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说他在杜拜卖饭店啊，然后卖饭店的时候听到有人吓到，他就跟我讲说他很多做生意的道理，他还跟我说知识还有你这个人有的才华，如果你懂得运用它的话，你就可以让它来赚钱，好像挺有道理。那时候就跟他聊得很投机这样子。隔离期那段期间，我自己是状态比较不好的一段期间，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就大家跟我的价值观还有整个相处起来的方式可能比较不一样。在台湾，我对自己的英文是蛮有自信的，但是来这边之后，就是发现就是每个人用英文是像他们在讲母语一样非常流畅，然后就是每个人也很活泼外向，就无形中会有一种压力在心里面。但我觉得这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充实自己。在隔离的尾巴才发现，就是说其实就是好好利用这段期间，就是去充实自己，就不要想东想西那样。然后我发现来这边，就是其实我觉得读 IB 的学生应该都会意识到这点，不是只有 UWC 而已，就是自主学习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不要觉得说 UWC 这边的老师一定是非常顶尖、非常好的，不是，就是真的是 depends， 就是我们这边的老师可能有一些他也没有那么专业，那我们其实很多东西都要靠自己学习。其实大学教课的方式是这样，就是给你大方向，那你剩下的东西也是自己去查的。其实 IB 这样的教学方式可以培养学生的读书自主学习的能力还有自律。然后这边我还有发现另外一个让我觉得有点压力的点，这边虽然我这边读的是高2，然后我是16岁嘛现在，但是很多高2现在的学生他们都已经18岁了。就是 UWC 这边就是只要是16到18岁你都可以来申请。你可以发现都是同一个年级层的人，但是年龄不一样，导致你的知识背景 experience 整个就是差很多。你们在同一个年级层，就是你们的水平是差很多的概念，所以有时候会给自己压力。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要让年龄小的这个原因变成是我可以比别人还要不努力的一个借口。有时候就是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去纠结很久。那我发现其实在 UWC 他们的上课方式非常不一样。像我们经济课，我们上礼拜才去当地的鱼市去研究他们 fish market 的 economy 是怎么运作的。那我们去访问了很多鱼商，这些就是实地探访的一个经验。我觉得是我在台湾那时候学习看不到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在那边做到。我们那时候就是请我们亚美尼亚的同学他当我们的翻译，然后就是发现非常多有趣的事情。偷偷跟你们讲，就是这边鱼市其实潜规则非常的多，他们后面好像有个秘密集团在控制一整个他们鱼市的操作。我们那时候在问一些鱼商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就是会透露说，其实后面是有一个组织在操控你这个鱼市，不是想说你想进来做生意你就可以做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 real life 和课本上的东西根本就是完全是两回事。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你要把自己放进去那个地方，才会知道说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不是只有课本上面讲什么。理论上就是这样讲，但其实实际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其实我也很喜欢这边的 theater class。我那时候犹豫很久的一件事情也是我的选科。我那时候为了把 global politics 换成 theater， 然后那时候我就调了很多课，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后悔我选了 theater。theater 就是我最喜欢的课，就是 theater 其实就是有点把我另外一个人格
释放出来一样，每次不同的戏就是释放不同的人格。相比起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是要以你自己的兴趣热情为导向做选科，还是你要以你职涯的方向做选科。那当然有些人很幸运，就是职涯还有兴趣是完全就是同一个 path。像我有时候会犹豫说，我今天很喜欢这门课，但是我知道它可能跟我的未来没有那么相关性，那我到底要不要去选它？你以后未来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都需要考量的机会成本。我不止在大学，可能在我人生以后都会遇到问题，就是我今天究竟选这个会带给我什么利益，然后另外一个选这个，它可能我是真的很喜欢才选的，而不是为了利益。好，今天就走一个盘分路线好了，我们就是不要为难他。好，那我们现在带大家去逛校园 ，Let's go。等一下，我先戴个口罩。Each led like sheep, stepped foot to sea. 天哪，这天气太好了吧！这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好。看这个蓝天白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它树叶是绿色的，就是很绿，然后现在已经变橘黄色，就很漂亮，整个超漂亮的。好的，我们现在是给你们看一下镜头。像这一栋建筑呢，这一栋大家请前看就是我们的健身房，还有我们的游泳池。前面这栋呢是我们的 medical center 的 sport hall， 就是运动馆、篮球馆。好的，先。那我们现在来健身房。健身房我每天都来，每天都报到，每天都跑半小时左右。早上大家比较少来。好的，给大家看一下，出来就是长这样。对面就是 Academic Building。Oh my god！ 我们昨天在那边表演，然后我们排了好多的椅子，这是 Purple Atrium。我带你们看一下，另外一边是 Green Atrium。我今天眼妆好好看哦，呵呵。好，这边是 Green Atrium。其实我们10点半下课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边，然后这边就会放，就可能香蕉啊、饼干、蛋糕啊，就这边点心时间，就大家都聚在这边社交，然后一起吃东西。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找到一下我多年失散的水壶，它就在这边，它在钢琴架上。好的，我们拿回它了。我现在有2个水瓶，好开心哦！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另外一条路。我现在从 AB 回去 Resident。偶尔会很想念台湾的食物、音乐，但想念的时候，其实是去 YouTube 狂刷台湾的影片，还有，你看我今天穿台湾衣服，这样就让自己不会那么想家。